OK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深夜摄影教室，我是顾宇。好的，可以看到我旁边今天不一样，摆了一个战场的画面。然后我一个朋友特别喜欢玩兵人，他也知道我是做摄影的，他想让我帮他拍一个兵人的电影大片，就给我1天的时间，然后拍这样的一个兵人。时间比较赶，我想了一个比较讨巧的方法，然后我选择了一个显示器作为背景，然后因为显示器可以调换不同的画面嘛，然后可以选择不同的一些风格去拍摄。然后再结合我们现场的一些灯光去拍摄，就可以大概凸显出一个战争的画面。然后我们在后期做一些特效和合成，就可以出现这样的效果。好，可以看到我们这里用了一个显示器，我们这里放了不同的背景，下面是一个静物板，黑色的静物板。假如大家没有静物板，其实用玻璃也是可以实现的，它可以达到一个展现人物其他角度的一些细节。人物我们摆了一个比较对战的一个姿势，然后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用了一个红蓝光。蓝光代表了一个阵营，红光代表了一个阵营。然后主光源我们用了一个聚光筒，假如大家没有这样的灯光也没有关系，你用那个红色的塑料袋套上你的手机，也可以打出这样的红光。蓝光也可以用蓝色的塑料袋。然后聚光筒的话，你可以把你的灯上罩一个直筒，也可以达到一个聚光的效果，就是以免聚光筒照到显示器上影响一些反射，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。然后我们今天的拍摄用的是索尼的 A7M3 100微的镜头。然后拍摄的时候为什么要用100微？因为兵人跟我们平常拍摄人物还是有一定的区别，就是它的细节我们想展现的更多一些，然后拍摄的距离也会更近。然后我们选择100微，然后我们100微上上了一个偏振镜，就是我们在拍摄显示器的时候，显示器它的光线可能会影响我们整个画面，就是用偏振镜的话，它可以消除一些反光，整体的效果出来会更好。好，后面我们会把更详细的一些布光教程会单独的出一期视频，大家可以持续关注。好吧，我们现在就直接开始拍摄吧。好的，刚才我们用这款显示器拍摄了一个兵人大片，现在已经拷贝到电脑上了，我们进行一个简单的修片教学。好的，我们首先看一下原片，可以看到背景的真实度以及虚化程度看起来都非常不错。然后特别是我们调完颜色以后，然后整体的感觉会更棒一些。所以说这一次的拍摄其实是离不开这一台显示器的。这是一款飞利浦的一个279C9的一个显示器，它获得过红点设计大奖和 IF 设计大奖，外观非常的时尚。然后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全面屏，它也被称为临界悬浮屏幕。就我们在修图的时候，还可以把它设置为 HDR。我们可以看到它菜单里面直接有这个选项 HDR， 然后可以直接设置一下 HDR 400。然后特别在我们修图的时候，还有看电影、玩游戏都是有很大的一个作用，可以提高它的一个画质。同时它是一块 4K 的分辨率显示屏。好的，我在众多的兵人里面挑选了几张我觉得真实度还不错的，然后我也做了一些预设。然后可以直接去使用。假如大家有兴趣，也可以在家用自己的显示器，然后找一些模型去进行这样的拍摄，简单的打探光，然后我们再进行一些调色，然后套上一些我提前做好的预设，然后整体的感觉就出来了。然后到时候我会把这些预设都提供给大家。好的，当我们调完颜色以后，就可以打开 PS 对它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合成效果。然后合成我之前出过2期教程，一个是33克，一个是35克，一个是冰冻的效果，一个是火焰的效果。好，这里就简单给大家演示一下。首先我们需要载入一个动作，就是我之前做了一个动作放在这里，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屏幕这里显示的是火焰爆炸特效，直接把这个动作进行载入就可以了。大家有兴趣也可以看一下我之前的第33课教程，然后这里也载入了很多画笔，到时候可以直接去进行使用。好的，很简单，我们新建一个图层，然后改一下它的图层名称 BRUSH Brush， 然后用画笔直接进行涂抹。比如说这个兵人，我们想让它这半边进行燃烧，
我们可以选择一个画笔的颜色，主要是便于观察，它其实没有太大的作用。我们可以直接在他的身上去进行涂抹，和他手上的背包。好的，涂抹完以后，我们很简单，直接选择一个动作去进行播放就可以了。它上面有向右、向左、向上和向下，我们选择右边这个，直接播放就可以了。然后它就可以帮我们做出一个火焰的特效，正好跟背景进行一个融合，整体的效果看起来也非常不错。这个动作是全自动的，基本上不需要你做任何的操作，它会生成很多图层和分组。等它生成完以后，我们可以单独的再进行一些微调就可以了。好的，我们现在把这个图层关掉。这是没有制作之前，我们只是简单的画了一笔，然后进行这个动作操作以后，它做出了一个火焰的特效，同时对整个画面进行了一个调色。可以看到效果都非常不错，然后每个图层都可以单独的去进行调整。这里只是简单给大家演示一下，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做一些这样的特效。我还选择另外一张，刚才已经做过了一个特效，可以看到，因为我们拍摄的时候使用了一个红蓝阵营，就是红色的可以用火焰来代替，然后蓝色的我们可以做一个冰封的效果。好的，这样一组冰人的特效大片就制作完成了，是不是很简单？好的，如果大家有兴趣，可以自己在家用显示器或者说你的模型去拍摄一组这样的照片，然后套上我的预设，然后以及这个调色的动作，也可以做出一个这样的效果。好的，我们长时间修图的时候，知道吗？就是比如说这个显示器，它可以很快速的一个升降，然后可以调节一些不同的角度。比如说我们联机的拍摄，也可以调整为跟这个屏幕一样，调整为竖屏，非常方便。可以看到它下面有个转盘，可以360度的一个旋转，这个也非常方便。可以看到我这里有一个 Type C 的线，现在连接的是我的 MacBook， 它可以对它进行一个供电，然后也可以传输一些数据。它后面有个 Type C 3.2的一个接口，可以直接去进行传输，这一点非常方便。好了，今天的教程就到这里。如果这个教程对你有任何帮助，记得一键3连。这里是深夜摄影教室，我是顾宇。